Hello 啊，大家好，大家好啊，能听到吗？OK， 给大家打个招呼啊。这一次我们很 last minute， 最后1分钟，很突然的决定做直播啊。为什么这么突然做直播呢？本来没有这个打算的啊。有人说来不及，差一点来不及来看啊。那也感谢大家啊，这么匆忙也是感谢大家来看啊。为什么我们这么紧急的来做直播啊？对，我们本身是没有这个安排的啊，但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同学都在问西发法一些问题，然后呢，这些问题我们看到了就很多观众也在问，我们分清楚一下，网友的问题是公开的，公开的粉丝叫网友啊。GMP 同学，我是每个星期五在回答的，所以 GMP 的同学的问题好多，真的好多啊，都是每个星期五，上一个星期五讲到11点。20分钟啊，所以同学的问题是完全解答了，但是有很多网友的问题没有机会，我们有一段时间没做直播了所以有一段时间没有回答，累积了一点问题，所以今天呢，特别也是看到了一些新的一些大事啦，一些我们看到的东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想不想听？想听的可以告诉我们，留个言打个招呼，留个言也鼓励一下我们这个我们今天本来是拍 YouTube 视频的星期二拍 YouTube 视频，我们星期五上传的 YouTube 视频一般来说是星期二拍了之后我们做后期制作的拍完之后已经好累了，结果我们就在那里讨论最近怎么了然后我们就决定留在这个录影室留到现在9点钟所以自愿加班我们没有加班的，我们是这个为热衷而做的事情不是工作打份工的所以也是感谢大家一起来这个在我们今天6月4号这个今天这个日期里面跟我们一起直播OK 好，我们那我们一开始还是先看一下我们上一期的直播当中有讲到的一个重点当时候呢，我记得当时是在 NVIDIA 出业绩报告之前，然后我也说到其实就这家公司它的业绩报告是能够左右影响到整个行业或者是整个可以说是 AI 的板块甚至我觉得现在它是能够影响到整个大盘，就它的那个分量已经能够达到这个地步了所以我补充一点2点第一个今天我们是蛮突发的根据我们的惯例，如果在我们直播今天的直播不会太长时间但如果在我们这个停止之前结束之前够1000人的话大家可以问一个股票什么股票都可以，美股他来回答，港股或者中概股我来回答所以叫多点朋友来把今天这个直播分享出去，想到其他群组，你自己的 Facebook 那第二个呢，就是上一次这里我们把上一次的直播 cap这张图出来，我们上次当然我们不知道 NV 的业绩好还是不好，我们不是内幕消息没有内幕的消息，不是内部人士对吧？但是我们已经说了，如果这里的字幕没有那个如果这2个字，我们说如果 NV 的业绩报告是好过预期的话，结果怎么样？结果呢 NVIDIA 的业绩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甚至那一天我记得很多大市当中有很多其他的板块其他的股票他们还在跌的，但 NVIDIA 就成为了一枝独秀它反而是逆势上涨并且呢它涨了10%那天涨了接近10%，然后呢它那个行业里面也有其他个别的股票也是被 NVIDIA 这么好的业绩带动起来当中也包括了当然没有，当然股票涨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考大家，股票涨了之后散户最喜欢做的是什么事情？因为我们要带动大家知道整个股票市场这个股价不会一直往上走的因为涨了之后一定会有以下这个事情发生使得这个股价有所调整对不对？有没有人写中答案有的话可以打在屏幕上高追高追，有些人会高追了但更加重要的是一涨了之后有些人赚了一点点钱了，
就是睡不着觉了，就怎么样了？OK， 有人说获利离场了，获利离场了啊。OK 啊，把那个字幕打上去，给他一个掌声啊。所以呢，会获利离场了啊。当有很多人会获利离场止盈的时候，这个股价自然会往下调了啊。那获利离场往下调了之后就到有些这个新闻会发酵嘛。这个其他人会在评论嘛，新闻里面也会讲 NVIDIA， 包括最近黄仁勋到台湾台北这个好像是一个超级的世纪人物出场演讲了，对吧？所以这个带动的热潮又调整的时候又再上去了，有人说加仓了带动更多的人加仓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股价是能这样来理解的，涨上去了。之后有了一个调整了之后因为获利离场获利这个盘止盈盘，然后呢又有人听了新闻之后慢慢的思考了犹豫了几天之后又开始买了，所以它又开始上涨了所以呢刚才讲到那当然 Rich 当时还说过整个 AI 板块里面他有说过另外2只股票，记不记得他在 YouTube 的视频里面说整个捆绑 AI 的NVIDIA 的晶片 GPU 的那2个我们上一个星期五也有一个总结，对不对？另外呢2个公司不算是行业的第一，但是因为他们的产品是捆绑了行内的第一NVIDIA， 所以他们也相对的变成了行内的第一了因为人家是买 NVIDIA 顺带买了他们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们的股价自然也有反应了，也是表现非常好的Rich 给大家看一下那其实跟 NVIDIA 有相关的概念的股票其实有很多的但其实如果你仔细看一下的话，其实很多的股票在最近的美股调整当中，他们甚至是跌的更多但这2只呢，他们相对来说是比较第一比较抗跌，第二他们一直以来也是比大势强，然后呢过去也是涨了一段时间的那也分别是 VRT 和 MU 这2家公司呢，我们之前的 YouTube 里面也是跟大家讲过的。如果大家不知道这2家公司想了解的话，我们之前那个 YouTube 视频大家可以回看，对吧？Rich当然之后也有其他的整个大势的波动影响但是业绩出来 NVIDIA 的业绩出来之后，相对这2只股票的股价，他们是带动他们涨了多少这张图有点小，你从你的记忆里面，我的记忆当中就是VRT就是涨了9%虽然最近的回调它是有跌下来的然后呢 MU 大概呢是5%还是6%左右也是一个就几天之内一个不错的增长大概是这样。所以在这段时间内除了跟 NVIDIA 有关的，对吧？其他整个美股也好，港股也好，其他的其实都在一个调整阶段，都在这个不算大跌了但是都是在慢慢的往下跌了一点点，而真的是被 NVIDIA 这个业绩报告带动的 NVIDIA 本身再加上 VRT 啦 MU 啦相对来说呢，这个股价会不错了所以我们给 Rich 一个掌声吧，对不对？如果整个大势都涨鸡犬皆升阿猪阿狗什么阿狗阿鸡都在涨的话，那没什么本事，对不对？但整个大势在调整 ，Rich 讲的相对还是跑赢了所以这个是 Rich 也是事先有公开给大家分享的所以我们给 Rich 一个掌声好不好？OK， 那还有什么好像讲了这个之后呢，整个美股的走势现在你怎么看呢？我们看一下那现在的美股呢，其实我在前几期的 GMT 里面也有更详细的讲到那现在呢也是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 update 其实现在的美股呢第一这个波幅呢可能会相对比较大一点然后第二呢现在也是一个整固的阶段那我们看到前2天这个股价曾经是跌破20天线，然后也是跌破了10天线但是呢很快马上这个买方的力量呢是比卖方的力量要大，并且呢
在收市的时候反而是把整个股价是推动上去的啊。那其实这里也是一个非常震荡的时期啊。就如果我们把那个时间线，我们的时间维度缩短一点啊，我们是一个短期的投资者的角度去看的话呢，其实是非常波动的啊。当然，如果你是像齐发帕那样的投资者的话啊，那这里1-2天也不算什么波动，对吧？那现在呢，我看到的是可能是在储存着一个动力啊。那如果未来这个股市能够继续上涨的话，就在现在这个支持位有一个支撑，然后未来如果继续上涨的话那我会定义在星期五和星期一这2天这么动荡的走势里面可能是一个洗盘那洗盘之后就有助这个股价往一个相反的方向去发展那今天时间比较短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很完整的讲到什么是洗盘这个名词。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跟着我们一起在 GMP 里面学习。对，那到时候有一样东西叫洗盘这个比较复杂一点的名词那有兴趣的话我们之后在 GMP 里面会再给大家讲一下之前你已经讲过，之前也讲过，对。那我听到的就是整体来说美股没有大跌所以不用怕不用说哎呀外面经常有些人说美股要跌什么股灾来了什么的，对不对现在目前只是一个整固，而且是一个有可能所谓的那些专家出来说美股这个什么灾难来了，其实他们在在洗盘他们在吸这个仓位所以呢我们从技术分析来看的话那这个是在洗盘之后没有怎么大跌，还是有一个很强的支持在这里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正好是寻找龙头的好的股票的一些时候了NVIDIA 你觉得现在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高追那这个问题就像是你在1月份问我NVIDIA 那个时候600多块能买吗那其实我当时候就如果你这样问我的话，我肯定也会觉得那个直播率不高，对不对但你现在回头来看的话好像600块也是一个很划算的价格，对不对那其实这个也是一样的原理我们买股票并不是看它那个价格多贵还是多高是我们要看那个风险与回报的比率或者是我们买它的那个风险到底大不大。就如果你是在500块买 NVIDIA， 跟你现在是在1100多块的时候买 NVIDIA 你的付出的风险那个区别在哪？所以这里其实想带出一点很多人是因为外面没有一个系统的教导没有这个系统的清晰度的话，很多人如果用了价值投资法来看 NVIDIA 的话，就会错过 NVIDIA NVIDIA 500块已经是算不到它的什么 discount cash flow 啦。我经常说用 DCF 来算一个成长股的或者是高速成长股10倍股的价值的话，你是永远算不出来的就感觉贵了不便宜了但这个叫价值投资法，所以巴菲特不会买 NVIDIA， 因为他算不出来没有他的那个安全边际让他可以买，对吧？但是相反来说呢，这些成长股的话其实背后是讲故事的那一旦讲故事不会马上断的我们可以肯定下个星期 Jensen Huang 还是个大红人，我们也肯定下个月 Jensen Huang 还是个大红人，对吧？所以这个 Jensen Huang包括 NVIDIA 这个新闻报道的媒体的报道还会继续的报道下去，在这个时候它就有个叫 momentum 这个动量那人家越来越多人听了这个 AI 改变世界啦，康波第5期啦这个第4次的工业革命啦，卖惨的人啦这些故事我们2年前讲的时候是200块现在已经涨到1100了，对吧它就要分拆了那分拆了之后人家又感觉到便宜了，又重新开始有一波的炒作了所以我们在上个星期五的那一个YouTube 的视频里面，其实我们就讲过，
有可能 NVIDIA 还有继续上涨的动力在哪里啊？所以有兴趣的网友也可以再回去重温一下，好吧？那除了 NVIDIA 或美股之外呢，有好多的人最近感兴趣关心港股哦，港股对吧？你怎么看？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这一个晚上开这个直播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收到了很多的网友都在问七爸爸，你到底怎么看港股呢？那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监体里面有一些 updates 的监体比较 update 了密一点对，所以呢，我个人觉得第一个比如说我们 GMT 里面在5月23号。之前呢，我是说港股是在一个牛一大家可能也听过，在一个牛一所以呢，之前我叫 GMT 的同学在牛一的时候难得有一次牛一的机会，让它继续涨，因为你过早的卖了获利离场了，就会损失很多的机会所以我们密切的在留意那什么时候会离开呢？其实这张图已经是画了慢了一点了，但是到了21号的时候，你有出过另外一个信号给这个 GMT 同学，那 GMT 的同学可以也可以见证其实我当时候有 GMT 同学在的话，也是在社群里面有说了一个 update。对，然后到了23号早上，这是早上的时候呢，我就确认了牛一结束了牛一结束了，对吧？但是呢，牛一结束了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因为股票不会永远每天都涨的，对吧？永远不会每天涨。虽然它每天都涨的时候，我们就在忍，就是在涨的时候不要卖。我很多人的概念是相反的涨了就卖了大家写下来涨的时候不要卖不是说盲目的涨了就卖我们要看它是在牛熊周期的哪一个阶段，在牛一的时候让它继续涨，涨到它涨不动了。这个时候你需要减仓的话，你需要调整的话，你需要有一点获利离场的话那个时候才做，而不是在涨的时候涨，因为你涨的时候一放你就追不回来了所以呢，在明确了牛一结束了之后，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牛二了，对不对？牛一之后是不是牛二呢？牛二又有牛二的一套策略了在牛二的策略里面那它就会有一个整体的股票市场就会在超卖和超买中间徘徊了，所以就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有时候会到达超卖，有时候会到达超买但是没有到超卖的时候，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买入信号在没有一个超买的一个时候，也不需要卖出，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信号所以不可能每天涨，也不可能每天跌但是呢，现在这个股票很正常这个牛也要喘一喘气了，对不对？爬了50层楼的楼梯也要喘一喘，那个牛刚喘一喘，你说怎么办呢？是不是完蛋了？但是牛还很健康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第一个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只是这次的牛一提早结束了那为什么提早结束呢？其实我上一次直播的时候也有给大家讲过，后来还做出了一个视频当时其实也有一些当时还没有完全的发生但是呢，已经我预测往前推的话，推测到一些事情比如说中国和俄罗斯的联合宣言。那美国那一边会怎么样的反应呢？大家可以回看之前的我们的直播和 YouTube， 对吧？另外一方面，赖清德就任了上台了这个对台海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紧张的局面呢？那过去这个台海又紧张了一下之后那自然了西方的投资者、台湾的投资者、其他投资者也会把一部分的资金撤离中概股、港股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对吧？所以使到这一个牛一正好是借着这个机会这个喘一喘气，有了一个健康的调整那也是刚我们看到它的牛一调整完了我们忍了好久了，对吧？我们也趁着那个高位有一点减仓减磅这个获利离场。
所以这个就使到它牛一结束了之后往下调了好几天调了好几天之后那这个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也正好是在高位的时候终于可以获利离场了所以我们永远要比人家早一点点。那人家哇开始止损了，是不是港股又完蛋了，又要珍惜生命远离港股啦？那个股价自然会往下调了几天之后又到我们开始觉得哎呀便宜了，开始买了，这个时候又有支持位了，所以我们要明白支持位在哪里好 Rich 给大家马上看一下技术分析港股支持位阻力位在哪里，未来怎么看那其实这个也是我在 GMT 里面就前2个星期都有讲到的。那我们现在呢来讲一下最新的 update， 就是在这2天港股也是曾经有尝试突破一个之前的阻力，那就是18500多点的位置但最近是突破失败的它马上是有一个回调说明什么？就说明大市里面的那些投资者参与投资市场的那些人他们都是一致的认为那里其实是一个阻力的位置那边可能会有卖压，或者是之前买过股票的人，他们可能会在那里获利离场那而我们看到呢，在下面的支持位呢，第一个就是18000点附近的那个支持位的区间你看到在星期五它曾经是跌到18000点。随后它是在那个支持区间有一个反应然后在这2天是有个反弹的那下一个支持位呢就是50天线就是大概17600多点，然后呢还有就是17200多点那个位置呢分别就是一个支持区间和一个200天线的支持位那其实现在呢我们这样看的话其实有好有不好的因素放在一起然后现在也是很难去判断到未来有没有一个大概率的明确方向呢那我们没有水晶球，我们也不会去预测未来这个大势会涨还是会跌，或者是这样在现在这个Q5波了有50%机会上涨，50%机会下跌，上涨和下跌都不是那么明确的情况下，我们是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对吧？比如说牛一的时候涨的机会很大了那我们要把握现在呢55波有可能上有可能下，也上和下的动力也不是那么大，所以我们就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个人是喜欢这个选股5部曲对不对？在整体第一步整个牛熊周期没有这个明确的上涨动力的时候美股和港股都没有明确上涨的话，那我们就到第2步了。第2步什么？行业。第3步什么？是龙头优秀企业了所以我们现在是聚焦第2和第3步，然后在第4和第5步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在那里再下点功夫了所以选股5部曲五步是组合来打的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OK 听得明白请 OIC 来个 OIC 那既然现在是一个我们叫做补五波的市场里面但其实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在 GMT 讲过的那几个股票除了刚才我们一直有讲的GMT 股票不能讲给人家听的那我们把那个号码就把它遮掉。为什么呢？千万不要没有学过股票，就像他没有车牌，没有考驾驶执照我在开保时捷，他开保时捷撞车了；我在开奔驰，他开奔驰撞车了，对不对？是保时捷、奔驰有问题，还是他有问题，对吧？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算一个好的股票如果是不懂买卖的话，高追啦不懂得走啦，或者没有做好风险管理啦出了意外我觉得还是我们也不想虽然我们这是你的事情，但是我们也还是要给他看一下我们承接的，我们就把那个号码遮一下这么快能遮掉他们知道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NVIDIA然后还有那几个 NVIDIA 当然很好了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开晒名了，拍过 YouTube 了对吧那这个接下来的太喜欢了接下来的就是我们有讲过的如果有 GMT 的同学你们也是可以见证的，我们788在 GMT 里面也是有
深入的研究过、分析过这些股票啊。OK， 我们就GMT同学不要在这里讲哦，你害死人家哦，你知道就好了啊，你知道就 OIC 就可以了。OK， 好，来 ，OK，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哇，现在大约700人了啊，还有300人，你们可以问股票了啊。我们也最后3只股票的那个讲完就这个直播结束了啊，快点交多点朋友来看这个直播了啊。好，第一个股票啊，就是你说的连我都不知道了啊，很好啊，连我都不知道这个什么股票。看一下，它那个价格是美股还是港股不要讲，不要看价格。哎呀，价格没有hide 的 ，OK， 没有把价格遮掉。反正我们看到就是它像火箭一样啊，就这个大势在调整的时候，它也是相对比较抗跌的OK。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选股票的重要，对不对？跌的时候它不怎么跌那这个股票我是已经赚了超过100%了啊，应该120几个%了，所以长期安心，这个可以睡得着觉所以这个是这个大家知道的就 OIC， 知道这个股票，大家不要讲名字啊，知不知道这个公司的是什么的就 OIC，OK， 不知道就不要讲了 ，OK， 再下一个下一个，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今天收市啊，你看今天港股涨了一点点，对不对？但是我最喜欢的那一个 GMT 同学知道，我经常跑到 GMT 去说，哎呀，我又去了中国大陆了，又很喜欢这家公司了。每一次我去中国大陆都很喜欢这支公司回来又买多一点了在60多块的时候买了好多的那一支今天涨了好多，是不是？他们都知道了，你就不用说了，他们都知道了。知道请 OIC， 我们要区分，第一个是 OIC， 这个是 OIC，OK， 有人真的不知道，乱猜OK，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最后一个，这个可能大家就不知道了这个也是港股，你看你那个截图时间 ，OK， 给个提示就是港股然后今天收市同样的港股就没有涨没有跌，但是这只股票非常的强势，它涨了。其实这一次我想带出什么第一个这个是内房内房，但是呢整个内房呢我经常说有些企业真的是可能会违约可能会被人家告，像最近这个碧桂园还在停牌这个股价也很低，还在停牌。那恒大当然已经被清盘了，对吧？我们这个一向以来都叫人家不要碰恒大的那世茂最近也被其中一家公司这个入禀法院去这个告他违约所以这些都是高危的那我觉得现在整个内房呢问题是有的我经常说的问题越大解药就会越猛，之后的反弹就会越多越快所以呢我们要买的是买最优秀的，实力最雄厚的，没有倒闭风险的，甚至有政策扶持的这些国家企业国家的龙头蓝筹企业，所以这一家是内房里面其中一个最稳健的公司所以今天的内房反弹了，对吧？反弹其实不多的，有些还在跌，有些反弹了一点点但是到最后呢这就是选股票的重要了又风险低又反弹的快这就是我们要找的，所以也是一样，就是这个选股不选市啦，是不是这样说这个整个大势现在没有明确的方向，就更加要花多点时间在一些这个看好的这个当然要做功课了我去那个地方也去了好几次，去实地观察地方这个什么1 2 3 4 5 6 7 8 9 10啦OK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差不多了，没有1000人没有1000人很可惜很遗憾。我看到刚才有很多问题问股票的，什么 SMCI CrowdStrike Too bad OK CrowdStrike SMCI Too bad 没有1000人了最后3秒钟不会有了CrowdStrike 我们可能星期五讲嘛 GMT 里面因为他出了业绩是吧对OK
那就这样邀请你来啊 ，GMT 关门了是不是啊？6月份关门了，不收新生了 ，too bad， 这股票涨上去也没有了啊。OK 但是我还是觉得整个我还是想带出整个股票是能学习的就是没有学过车子，你不会去开车子，对不对也是一样买股票也要学的。当你学会了之后，慢慢的就看清楚了股票投资不是赌博，股票投资有它的背后的方法的无论你是也有不同的风格的，你可以是投机或者投资，可以是价值投资、逆向投资，或者是这个趋势投资这个都用的工具会不一样。然后呢，还要有背后的这个我们叫 FTP 基本 fundamentals、technicals， 还有psychology 心理所以整个几个框架你没有我的这些框架的指引的话，看起来好乱了。哇，这个人说这个，那个人说那个，这个人说这个，那个人说那个，意见谁都有，谁都可以说，对不对？有些看好，有些不看好但到最后有些赚钱，有些不赚钱，就这么简单所以呢，我的工作是把这么混乱的跟股票有关的东西设了一个框架。我们经常说的你要找到你是谁，哪一个投资的风格更加适合你，你有共鸣，然后朝着你自己是哪一个方向一步一步的用对的工具。比如说 Rich 跟我对不对？他的股票是10年前跟我学的现在他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他买的股票我没买我买的股票他没买是不是很少重叠的所以他没有抄我的功课，我没有抄他的功课。但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找到自己之后当然他的风格跟我不一样也有好处。在 GMT 里面，同学们喜欢美股的跟他，喜欢技术分析的跟他，喜欢价值投资越便宜越好的跟我。那这个大家都不同的方向，都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带领的导游了我们就叫自己带领的导游，好吧？所以还是带出那一点先学习不要急着去买股票，你不懂的话会输得好惨，还会不开心。你懂的话，股价跌了是一个买入的机会买对股票买入的机会。所以刚才那些同学说，哎呀，港股跌了怎么办？美股没放下的，没涨怎么办？没涨才好才便宜对不对？港股跌了才便宜但是前提是你要找到对的方向，对的股票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的希望带给大家的重要的信息，好吧？听得明白请OIC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了没有了。那我们邀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 YouTube、Facebook 或者是 IG 哔哩哔哩也有然后选股5部曲有机会选股5部曲或者10倍股去自己去了解一下，学习一下。那我们下次再见了好，拜拜。